你现在是我的明星哦。切，坐好了，开始了。来，这以前好了，来，干杯，开始。哎，换我自己都记不清了，你都记不清，我帮你回忆嘛。你又记得了？对呀，我是聪明的一休哥。一休哥什么？一休哥，你不知道了。你别看 Wilson 现在笑得欢，我们也是在他某一次失控对我们大哭的时候才了解，他也非常不容易，从0分到9.5分，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，才在大马融入了这里的学校。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家长呢？老师、同学、学校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他自己融入这么困难，又是如何现在 volunteer 去帮助其他新来的同学，1天内就叫大家 bro，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请给 Wilson 一些鼓励和支持。好 ，Bro，Let's go。还记得吗？刚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个不熟悉呢？我第一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什么，二我不知道这个学校的规矩，三我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的性格，我不知道哪句话可能会激怒他。哦，你主要是对同学不太熟悉。你对老师都熟悉，并且我也不愿意迈出那个脚步去尝试嘛。哎，这个讲的特别好。那我想先问一下，你至少对老师是都很熟悉的？也不熟悉啊。也不熟吗？你主要是觉得跟同学没法融入，有发生过什么很糗的、现在想起来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吗？就比如说我到学校的第一天，我刚吃完饭，我想什么时候吃完饭？第一次10点半。早上那么早？10点半，他说是 recess， 是一个休息。刚吃完饭之后，我就下意识的回到教室，因为在我的老学校里面，你吃完饭你就直接回到教室继续学习。你回到教室，回到教室之后，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，你还要继续下去，等到那个铃声响了你再上来。老师反而把你们赶到外面去。他说你需要有一个活动的时间。这会让你感到，这听着是挺好的，但是对当时我来说，还不如直接上去呢。哦，明白，因为你在下面，因为都是同学在玩，你也没法融入大家。这个就讲到你之前有提到过，你也不懂大家的脾气，也不知道大家的名字，是吗？你们有没有一些名册啊，或者老师不停的教导其他人，你是会认识这些小朋友的？是有的，我大概是过了一会儿时间，我就已经认识大家所有的名字了。这么厉害，过了多久就知道大家所有的名字了？具体记不清楚，反正不到1个月吧。不到1个月，所以你也是在听的过程中慢慢在记，你也很努力啊。这个首先要给你一个鼓励，我们来个 high five。不过你也告诉我，第1个学期基本上你还算是跟大家都还没有怎么对话交流的一个阶段。对，所以在我们讲起来的时候，你说有一次大家在家里闹得不太开心，你也哭了，你就是说你也很寂寞在学校里。这个给你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很没有意义。上课学完东西之后，我中午 recess 想起来要发呆1个小时，我也不知道想什么。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啊？那肯定不行呀。我想加入某些游戏的时候 encourage 自己，没有又不行。怎么叫 encourage 的很不错啊？你迈出了第1步，你怎么 encourage 自己啊？那试一下呗，反正又不会有什么。我觉得就是又有一个声音说不行，你不能尝试自己把自己想要去跟别人打交道的欲望给拉回来了，这很可惜啊。那你刚讲到一开始在中午10点多就吃饭，这好像还没讲下去，还引发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。对，刚吃完饭，然后上去又上了2节课。我想下一个运动什么，老师说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我看大家都往饭堂奔去，我就想，早上大家都往哪走啊？刚没听清。往饭堂去。饭堂哦。我想怎么还要再吃饭啊？结果然后还是在吃饭。第1天花了40多马币，因为你不知道干啥，只能我也没有仔细看价格。这个也不怪你啊，但是把我给惊呆了，因为我在手机上收到通知，噔噔，哎呀，Wilson第1天花了这么多钱啊！我就把你1周的钱，感觉快要被你花掉半周的钱了。但是后面有发生一个事情，等到第2个学期，你们的学期很短，10周就是1个学期吗？对。第2学期来了一个你中国认识的朋友，这个事情好像对你来讲就有些改观了，对吗？对，就不再孤独了。中午的 recess 和 lunch 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好的机会，我们2个会聊天，讲低俗一点就是 talk shit。talk shit。 老爸还是用一个传统的方法，如果你融入学校的
程度，如果一开始是差不多0分，可以这么讲吗 ？OK， 那你等到第1学期过了，第2学期有朋友来了，你觉得可以蹭蹭蹭涨到几分？我说0到10嘛，OK，那3分嘛，涨到3分。就说虽然我还是不会和其他的一些 stranger 去打招呼、打交道，是虽然说 I'm restricted from those strangers， 但是我至少有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聊天，就不会那么孤独了。所以你的心情会好一些。你觉得跟老师之间的沟通有变化吗？有变得更加顺畅吗？可以更加 get 他们的意思，老师对你也会变得更加 nice， 会有这种情况吗？我觉得第3个 turn 来的新老师，那个他比较 nice。和你们 homeroom teacher 的个性也有关系是吗？其实你们在念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校长是非常非常热情的，他每天在下面都跟你们打招呼啊 say hi 啊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呢？没有，也没有，因为他不在你的教室内，是吗？而且他打招呼，我过了2分钟我就忘了。只是早上打一个招呼 ，OK。你说第3个学期的老师，那他做了些什么，让你们的氛围一下子都有些改观了呢？他就比较温柔的是，他不会大吼大叫，不像第1个老师会有时候会有点暴脾气。他有些急躁，是吗？第二个老师的话，他还是一个新人，是澳洲移民过来的，就好像他在教我们包容他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communication， 相当于他也是新的，你们也比较新，就互相都有些帮助。对，你还记得他比方说做了些什么事情，让大家的气氛会变得很好吗？我们课间的时候会玩一些小游戏，这么有意思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 North South East West， 就那种东西南西北。不是，老师说是哪个方向，因为我们小学时候都会把那些 direction 非常 mess up， 分不清楚是哪个，每局都是在猜的。OK， 看起来跟老师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同学之间的关系，和这个班主任 homeroom teacher 他所创造出来的气氛是有很大关系。可能也有。你还跟我提到过，因为第3、第4个学期你打分又应该还会有一个提升吧？这个老师来了，会从3分涨到几分呢？4.5，涨到4.5了。那这个时候有人邀请你加入乐队、加入 band 的这个事情？有，是你帮我申请的吗？对。进去之后我还是不敢和，因为里面大部分的除了一个 Martia 是我认识的，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交集那个时候，这剩下都是女同学，我也不敢讲话，我一节 lunch 我都讲不出一句话。你内心还是很想讲，还是不敢讲？你觉得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你去跟他们讲呢？就我觉得讲话可能我也不知道吧，反正我非常害怕交。你的目标是会和同学相处成一个什么样呢？你还是以前告诉过我们，你是希望有很多朋友的，对吗？每一个同学不管什么性别都可以很好的交谈。他们都是各个国家的人，有男生也有女生，你觉得这个对你造成一个阻碍吗？他的文化背景这不造成。那你为什么刚刚说他们的个性你也不熟悉，会使得你有些不愿意和人交往呢？就是我既然无法猜透他想说什么，他的内心什么，那我为什么要去和他说话？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？有没有会担心你讲完以后别人很冷脸，或者他不会热情回应，使你感到会有些受挫，会这种担心吗？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一个人的情绪，他就是这个事情摆在那里，他根本是不会改变。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对吗？像你就有很多做得很好。好，你说一开始加入乐队没有发生什么，你还是不太敢讲。那你们每次排练完，你们每次参加各个节日表演完，大家关系也没有变得更加紧密啊？没有，也没有啊，只是上面表演。我觉得没有。那至少我还是我可能从0句话变成了1句话，probably。那我没有帮到你，但我确实是有努力想帮你啊，因为我知道你有打鼓的天分，你打得很好，所以我写信跟老师申请。别提了，你没有，那你还是没有帮助我交朋友上吗？但是我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你融入啊。是吗？没有感觉出来啊。又把我掐死。到现在你已经是第2年的第几个学期了？第2个学期了。第2年第2个学期，你觉得现在怎么样？融入程度可以达到几分了？95。那也就是在我的分是9.5分了。刚才是4.5分到9.5分，这中间有经过一些环节的慢慢加温吗？就现在我们的 band session， 我已经可以说到100多句话，我可以非常正常的、自如的讲话了。I felt pretty free。你现在又加入一个，不会感觉有 restricted。又加入了一个乐队，跟大家会交谈很自如。那跟在去年同样加入一个乐队，你觉得是什么使得你原先只敢跟别人说1句话，现在大家彩排一次可以讲100句话呢？发生了什么呢？可能就是说现在和每个同学都熟了，也不会有特别恐惧和别人去 communicate， 除非是特别 shy 的那种女同学。
我平常也见不到一面，也可能一个 term 都见不到，因为他在另外一个班。所以是你自己没那么恐惧了。你可不可以再难一点啊？你分析一下，是因为哪些环境或者什么事情发生变化了，你跟别人讲话就不觉得这么恐惧了，导致跟大家变得很熟了？就是时光的魅力嘛。时光的魅力讲得很好。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，岁月是把屠龙刀嘛。你那么年轻，已经需要岁月的屠龙刀了。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帮助嘛，因为就你慢慢的适应，你今天涨1%，那过了100天就是100%了。所以以后一开始，即便你跟别人不熟，你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跟别人混熟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至少因为你也知道你有这把时光的屠龙刀，是可以跟别人熟的。所以一开始没必要焦虑，慢就慢吧。对，总归能适应的。对。好，那在9.5之前还经过一些什么阶段吗？你不是说今年老师有给了你们一个很好的制度，这个制度帮助大家互相熟悉，会变得更好。今年有一个叫 buddies 的制度，新学生会分配和他 same gender 同样的性格，以及同样就可能比如说他的母语都是一个语言，来帮助这个学生adapt the new school。就比如说今年的第一个 term 母语间的新生叫 JJ。我和 Edwin 就是他的 buddy， 我们帮助他1天内就已经可以称兄道弟叫我们 bro 了。你们是2个人带1个人，对，这叫伙伴制度，在我们公司以前也有的。我们是这样的安排，跟他级别差不多，但是呢是跨了其他部门的，这样他们可以互相交谈，也可能会了解不同部门的一些运转。那你跟这个叫 Edwin 的小朋友怎么帮助这个新来的 JJ 啊？1天之内就叫你们 bro 了。我们首先问他的爱好是什么，他有玩什么游戏，然后我们跟他谈论我们的情况，互相投其所好嘛，因为我们都打篮球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也很厉害啊，你们就从爱好入手，投其所好。难怪你老是会提到 JJ 这位朋友，原来他是你的 buddy 啊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就我是他的 buddy， 那么你不也就是他的 buddy 吗 ？Same 啦。那你们做的很好，也就是你在去年如果刚来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一个 buddy 来帮助你的话，或者有2个人来帮你的话，说不定你也可以1天就融入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也有一个同学像 volunteering 一样帮助我，他也是第一个 term 就和我说话。当时他说他是一个 native speaker，但是他是一个华人，他不会讲中文。Nathan， 他当时就和我聊很多，但是他说的我几乎只能听懂70%，但是很多高级的词我当时还不理解，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了。有哪些高级的词啊？我现在目前想不起来，但是我当时可以记得我是非常pretty confused。Nathan 的话 ，Nathan 当时就和我讲了很多，但是很多他讲的我听不懂，我就只能敷衍一回。怎么敷衍？就是 OK。其实我每次跟他讲话也是这么敷衍的。OK， 不过他很好啊，他是一个很乐于分享、很爱帮助别人的朋友，所以你们到现在关系都相处得很好。最近还到他们家去玩，对，是吧？那他可能帮助你最早从0分踢到3分的关键人物了。0分和3分，还有 Jaden， 我上海的一个老朋友。OK， 所以一个人有一些朋友啊，真的很重要哎。对，你也从老师还有同学们的这些制度当中学到了一些。我想问一下，未来如果你环境又切换了，那你自己如何克服自己？你觉得怎样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呢？比如说第1天到那儿的时候，不要这么shy是没有好处的，会给自己带来更加多的一个折磨。你就比如说 be more passionate。对大家来说更加热情一些，说不定就可以交到一些朋友，勇于和别人去讲话。但这些我只是说出来，不代表我做得到。我其实有些简单的方法。我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，我每次跑到新的学校，我其实内心也是怕得要死。但我后来上班以后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在下午3、4点钟，大家很饿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我准备好的点心。往往是一些很精致的饼干，我问大家要吗？大家都会要。这时候很快就跟大家，这时候空调太冷了。这时候很快就跟大家熟悉了。你这个方法太冷了，搞得我都打喷嚏了。还有个更冷的办法的，只有现在才能用哦。我会让 ChatGPT 提前帮我想好一些笑话讲给别人听。笑。还有你一开始你感到
这么的寂寞，也很难融入，又告诉自己不能打退堂鼓，这都非常好啊。但你为什么没有来告诉我们呢？让爸爸妈妈帮你一起想办法呢？我是一个非常健忘的人，我回到家里面打了30分钟游戏，我就忘了今天发生什么了。在我看起来，这是好处。你在学校虽然会晒，但你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更深层次对自己的心理伤害。对，你不单单健忘，你还很嗜睡哦。现在比较晚了。强迫童工劳工啊你，强迫童工啊你。OK，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啊。真的到这儿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就开始好玩的手机。就比方我想本来个手机。这个球衣不错嘛，这个是湖人队的。这个是 Golden State。Golden State 金州勇士吗？金州勇士。那是。我喂啊喂上了，你很烦呐。你现在最擅长打的位置是什么 ？Small forward。是什么意思？小前。哇，想不到嘛。我比较上篮比较好。哟，本来还是很菜的，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以前。好了，来干杯，开始。哎。